这样的蓝湛实在是太可爱了。他怕自己再多看几眼，就忍不住冲上去当禽兽了。不行不行，这么多人呢，而且这一上午根本就没机会。他家蓝湛又是个成天把羞羞挂在嘴边的。魏无羡，忍住，为了蓝湛不羞死，你可以的。看到因为禁制被挡在山下的江城，魏婴才想起来他还有场架没打呢。哎，当真是美色误国呀！恋恋不舍地看了眼蓝美人。魏昏君表示，你们先走吧，我打完架随后就到。这日，云梦江氏家主江澄与魏婴无比轰动的一架自夷陵一带传开。据传，双方一言不合便大打出手。魏婴虽未佩剑，但操纵温宁打中江澄一掌，而江澄在举剑刺向魏婴之时，却被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蓝家二公子拦住。双方暂时停手，就打架的公平性展开辩论，无果，最后痛骂对方，彻底撕破脸皮。江宗主抱紧自己的胳膊，带着门生愤然离去，而那面色苍白的魏婴是被韩光君打横抱着离开的。当然，最后这句只在坊间流传，无从考证，且又不知被谁添油加醋，或者是透露事实了一番。这位无羡和蓝忘机的关系愈加扑朔迷离，引人好奇，一时间成了玄门修士，特别是女修间津津乐道的秘闻。更有甚者，趁此机会于笔墨间细致描摹两人之间蜿蜒曲折的故事，或隐晦或直白详述二人不可言说的关系，真假难辨，且明显有执笔者的想象。但这话本在私下里却流传甚广，日渐风靡，还有画师专门为此本配画。当然，此乃后话。却说本打算来个两败俱伤的魏婴正满心欢喜地窝在蓝湛怀里，笑话，有人抱着谁要下来走路啊？但见那人绷着脸一言不发，受不了这安静又严肃的氛围的魏婴咽下口中的血腥气，插科打诨道：“不是让你们先走吗？怎么，韩光君不放心我，所以特地赶回来的呀？”“没走。”“你一直躲在一旁观战吗？”那他故意露出破绽被江澄打中的行为，岂不是被蓝湛看了个正着？不知怎地，魏婴有些心虚，脑海里想起了魏无羡之前跟他说的：“你受伤，有人心疼。蓝湛，你别担心，我没事的。我跟你说，就算你刚才不出手，我被江澄捅那一剑，我都能面不改色心不跳的回去。说不定你们还没到云深不知处，我就追。”对上蓝湛的眼神，心疼、无奈、自责、郁闷，那里面暗含的复杂情绪让魏婴顿时收声，默默抬手环抱住蓝湛的脖子，不再胡言乱语了。温宁见此偷笑了一下，努力放轻自己的脚步，跟在这两人后面。本以为蓝湛会带着他回云深不知处的，没想到他直接抱着自己进了一家客栈。这青天白日的，这让人不得不多想的姿势，自诩脸皮天下第一厚的魏婴也架不住客栈老板娘意味深长的眼神，直接埋首在蓝湛怀里不肯露面了。一间上房，客官您里边请。随着关门声响起，隔绝了热闹的大堂，被蓝湛放到床上，魏婴这才抬起头松了口气，苍白的脸都有了血色，不知是憋的还是羞的。我们怎么不直接去云深不知处啊？怎么还住客栈来了？不跟他们两个先会合吗？无妨，已告知兄长。哦，魏婴在蓝湛的示意下把自己的手递过去，任由蓝湛给擦干净。魏婴偷偷观察着蓝湛的神色，只安静了一瞬，又开口道：“那婆婆他们呢？先带回云深不知处见泽无君和蓝老先生，还是先安顿他们？先去永安镇，带温情一人去蓝氏即可。也是，人多了扰了你家清静。都是温情一脉，由温情代表去就可以了。那阿苑呢？在那个世界，思追是你带大的，还入了蓝氏，那这个小思追怎么办？你有没有打算收个弟子什么的？”虽然这些问题回去一看便知，当下问来属实是有些没话找话了，但是魏婴总觉得气氛不能沉闷下去。虽然蓝湛如今古板的样子一如寻常，握住他的手向来温热，擦拭的动作异常轻柔，但魏婴觉得自己愣是从这面无表情的脸上看出了生气的情绪，没有为什么，就是直觉。阿苑依旧会入蓝氏。蓝湛低头处理着魏婴手上不知什么时候划破的小伤口，答道：“蓝湛到底在生气什么呢？气我被江澄打了？不就是挨了一掌，他也没什么大碍，
再说了他还打回去了呢，不亏的。哈哈，那正好，到时候我再把小锦衣找来，2个小萝卜头一起种，多好玩。魏婴想到那画面就觉得好笑，却不想牵扯了胸口的伤，短暂的停顿了下，咬着后槽牙吸了口冷气，心中吐槽了句江城这手劲儿可真大，疼过了那一瞬就没有在意，半点没有跟蓝湛说的打算。然而当他再次开口说话时，却被蓝湛阻止了。勿再多言，休息。蓝湛，你是不是生我气了？我真的没事，不信你看。说着就要下床蹦跶2下给蓝湛看，来证明自己没事。制止住了魏婴的动作，蓝湛轻叹了口气，我没有生你气，目光却盯着魏婴刚才受伤的胸口。